我们家是老派的上海家庭，从小听他们跟我讲了一些上海生活的作风。我小时候没有别的参考依据，所以爸爸妈妈跟我讲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模糊的回忆到我们家小时候一个礼拜7天当中，起码有3天是有麻将的局的。然后爸爸跟我说，如果爸爸的朋友问说，康佑，你爸爸妈妈去哪里啦？你不能够说他们去打麻将，你要说他们去应酬了。可是没有人跟我解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应酬就是社交啊，这个从小渗透到我的血液里面去。然后如果我爸爸遇到了一些牌品不好的朋友，他会当笑话讲给我们听。我印象最深刻是当中他有一个打麻将的牌友，一个刘司令。这个刘司令养了10几条狼狗，然后我爸爸特别怕狗，他去刘司令家打麻将啊，如果刘司令当晚赢钱呢，刘司令就本人护送客人到门外，好好的看着客人上车鞠躬，谢谢挥别。刘司令是一个武将啊，他如果当天输钱的话呢，拍桌子上楼睡觉，剩下的3个客人自己在庭院中摸黑走向大门。这时候10几条狼狗齐声叫起，扑上前来，然后3个客人仓皇而逃。我爸爸是顶着性命之忧在跟这个刘司令打麻将，可是还是打。他可能在乎这份社会关系，他还是跟这个人打。我后来越来越懂了，就是牌桌上的世界就是游戏的世界。爸爸那时候并没有电动可以打，而这个游戏的世界里面是人性的世界。我们自己家里面开牌局的时候呢，我妈妈排这个客人的方式非常的严格。如果有一个老板带了一个他的属下来打麻将，那我们这些做朋友的不去你那一桌，那个局是你们老板跟3个员工的局，人家要各自费心去讨好老板，或者放水放得很漂亮，你不要进去掺和，你会尴尬啊。所以这背后还透露一件事情，说老板不应该找自己的属下打麻将，你这是把属下带到一个为难的地方，你在考验他要怎么应对，你是在考验员工做人，可是你请员工来是来做事，不是来做人的。所以你是把员工逼到一个他本来不擅长的角落去做他必须要自己摸索揣测的事情。我觉得这不仁慈啊！这样的老板这样做，他可能有苦衷，他当天真的找不到别人陪他打游戏，他就这样做了。我会把这样的老板想成是我爸爸的牌友刘司令，因为那个刘司令没有什么太多朋友，所以打麻将老是我，包括我爸爸这几个朋友在里面。可是你一输钱就放狗咬人，你像个好的牌友的样子吗？你牌品不好吗？回过头来讲，你的老板如果玩游戏的时候没有足够的朋友陪他玩，要找员工陪他玩，这样子的老板你得罪得起吗？就我们这一方所持的立场，无非是要给你一个有保障的建议，就是你不要轻易去挑衅那些他可能牌品不好的人。如果那个人牌品很好，看穿了你在放水，他一笑置之，他不会给你扣分，也不会给你加分。可是一个牌品不好的人，他游戏输给你的时候，那后果很可怕。我刚才听对方的辩友讲说，好好玩游戏嘛，你要静心玩，你不好玩游戏不是很扫兴吗？我跟你讲，长大是一个扫兴的过程，因为我们坚持把高兴的事情狭窄的锁定在我们小时候觉得值得高兴的事情。小时候玩游戏叫做高兴，那输了叫做不高兴。等我慢慢长大了，我会有别的高兴的事情，我不会再把玩游戏当成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了，那就叫做长大。你玩游戏输给了老板，结果你的职位升了，你的薪水增加了，你把家人照顾得更好，这不是比较值得高兴吗？游戏是小孩高兴的事情，大人拿着高兴干嘛呢？每一个人问我说人生当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通常只给一个回答，就是你最后会不会想要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墓碑上？你最后会在你的墓碑上刻下王者荣耀西楚霸王吗？你不会刻这个嘛？你会希望别人刻是一个这个人曾经爱过，
恨过、活过，这个人好好的对待了他所在乎的人，你在乎是这些事情，所以你随着长大真的很扫兴，可是因为你执着于过去开心的事，你才会觉得那叫做扫兴。长大过程应该是发现更多值得的开心的事情，而在游戏上面坚持玩得很过瘾，并不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我最后的建议是，会有老板这种人存在，因为他想要完成一些事，不管他要赚多少钱，不管他要做出什么样的事业，那是一个老板会出现的原因。你如果知道这个原因而跟他合作，是为了要帮助他，跟他一起完成他的梦想，一起分享他所赚到的利润，一起把他想要做的事业给做出来。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世界，在那个专业的世界里面，最高兴的事情是把专业做好，而不是把游戏给玩好。谢谢。啊，这是谁？他怎么会在这儿？女神呢？女神去哪儿了？本期福利一周双神，今天的男神是著名导演陈可辛。奇葩说 Action。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冠名播出，以及奶后吐真言不添加香精的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何炅，我想问全林一个问题：今天场上的3位男导师，一位你选初恋，一位你选热恋，一位你选婚配。我选去死。我以为第3位你要选入恋了。选择合葬，我选择生无可恋。那就把问题简短到3个人里面，你要选一个初恋的对象。初恋只能选马东咯。为什么？因为女孩子初恋都表示她的审美观没有成熟啊。即便这样，我也愿意帮助你长大。哎呦呦！那我问康永哥一个问题，请小 S 和林志玲到底谁好看？我今天的原则呢是谁单身谁好看，对，林志玲单身，林志玲好看。大家好，我是蔡康永，我要问马东一个问题。马东，你又卖瓜子又卖薯条，你到底户头里面要存到多少钱你才满意啊？啊，这么哲学的问题啊！你知道这个问题我问过我的精神导师高晓松，他很认真的给我算了一笔账，他告诉我4亿人民币。哦，我觉得人分2种，一种是穷命，一种是富命。我大概会卖好厉害薯条和我的粑粑瓜子儿一直卖下去，不管户头里有多少钱，所以我是穷命。大家好，我是马东，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何炅老师，你觉得谢娜和张杰的婚姻还能存续几年？这个猛。他们的婚姻应该不是以年头来计算，我觉得以他们现在的势头，他们可能想搞几辈子都不一定。哇，太温暖了，我还以为是按礼拜算的。好了，中间。
有一位非常睿智，同时大家很喜爱的一位导演，听了我们半天在这扯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男神，著名的导演陈可辛先生，欢迎他。陈可辛导演，大家好。想问一下陈可辛导演，就是你合作了那么多的女演员当中，本人的素颜和上镜差别最大的是谁？为难死。我觉得，因为我其实每部戏都要求女演员素颜，但是女演员都不太愿意，而且呢，都跟化妆一起骗我啊，说没化。那我很多时候呢，需要在她脸上去摸一下。哎，那这什么来的？这什么来？这粉底啊！正常人其实真的不需要化妆。是，所以是张曼玉吗？第一次有一个演员真的没化啊，就是赵薇。那我是觉得她没化比我看她出来做活动化漂亮很多。其实不漂亮的你怎么化也不会漂亮，那漂亮的其实就不用化，而且呢，要化的年轻一点呢，永远都是越化越老。导演，你可能认识的化妆师不是特别多。在您的电影当中，如果我们场上的5个人给5个分工，您会让我们分别去做什么？那你当然是导演了，因为你已经是导演了嘛。哎呀，这个，哎，我喝口纯真。康永老师那么多才多艺，去做导演就浪费了，就应该是写剧本，对不对？当然写剧本啊，对，因为导演本来就是整个剧组里面可以什么都不懂的那个。何导演，祝贺您最近拍的这个电影啊！我倒是觉得这是一句真话。马老师是出品人吧？我就使劲卖薯条和瓜子儿，然后拿去拍电影。好，全玲老师呢？我自告奋勇当化妆师好了，因为比较闲。你们剧组总缺买盒饭的吧？听说罗老师你喜欢做灯光是吧？因为你的体型也挺像。现在还有一个工作，你知道，就是那种灯架呀，一个人踩着，那叫沙包，对，那叫沙包。对。其实这一次那个陈老师来呢，确实是有一个关于他监制的电影要跟大家这个安利一下。4月28号上演的这个叫《喜欢你》，女主角是周冬雨，男主角是金城武先生。共振男，见到我为什么要跑？因为我讨厌你，讨厌你的一切。我觉得这是个很奇妙的组合，好像感觉有点不搭。其实我觉得人生不就是这样更有趣吗？就是什么东西都是金童玉女很配的，那多闷呐！我们本来一早就定了金城武，那么在找女主角的时候，因为刚刚在拍《七月安生》，就看到周冬雨非常挥洒自如，觉得这个戏应该把金城武送给一个像周冬雨这样的女孩。康永哥，你也是导演，你要是你可以送，你会把小 S 送给谁？你。我们中国成语说嫁祸于人。好了，我们大家4月28号那个电影院，喜欢你去看看到底金城武和周冬雨搭不搭？好，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议题了。到之前当然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冠名商，来，我们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同时，我们要谢谢奶后吐真言的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谢谢蒙牛。那么在今天的结束之后呢，我们会从之前待定的新奇葩当中，还会再确定几位进入到我们下一赛段。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辩题是什么，来，请看短片。我是小高，是公司的一名小职员，在工作中有件事让我非常为难，就是陪我的老板玩游戏。在拆下这一块，我就可以拿下这局了。如果我就这么轻易的赢了老板的话，
玩游戏这么厉害，工作肯定也不会差。这项目交给你，1个月以后我看结果。不行不行，毕竟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还得看老板的脸色行事，把他哄高兴了，对我以后的发展可是非常有利的。老板，你刚才真的好厉害！小高啊，你当我看不出来吗？刚才那条红的你为什么不抽？别整那些有的没的，带坏了办公室的风气。从此以后，我要做自己，展现自己的实力，这样才能在公司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小高，开一局。Yes！ 老板，这次我可没有放水哦。小高，你游戏打得真好，你以后上了别的公司一样可以大放异彩。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吧。哎，老板，所以跟老板打电动，我要不要放水呢？哇，老板就是贱标。你放水吗？我放。他说时常向你放水。他每次就是打得特别差，我没有感受到他放水。他该不会以为自己是凭实力赢的吧？我觉得这太不要脸了。所以你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你是不是特别的生气？不会，我不屑，我看不起这个人。我觉得一定要给如今更多的任务和工作，他一定要再投入在工作当中才行。我已经开始想象到他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塞进多少工作，这个我是绝不放水的。感谢别让你的头屑陪我过夜的海飞丝。我靠，这也能卖出去的咸鱼 APP，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开始介绍今天的下凡导师之前，首先请我们现场的2万多名观众来进行投票。如果支持正方的话呢，按红色的按键；支持反方的话呢，按蓝色的按键。各位请选择。哇！好难赢啊！哇！3、2、1，停！这玩游戏玩的这么认真。今天来的观众好像把游戏看得比前途重要。好，我们来看看今天2位下凡的导师。我们正方的一辩是谁呢？我们欢迎他。但是不要问一下男神他选谁。哎，有道理。不是，我觉得那个陈导演植入完，我觉得他有一种搞定。陈导有一种准备杀青的感觉。陈导在旁边好安静，因为我不打电动，我没有老板。跟君如打电动的话会。对了，现在我当然老板就是君如了啊，你跟更大的老板是我女儿。哦，就更能理解了。尤其是刚才那个玩那个游戏，就是我跟女儿玩过。哦，那你要放水吗？肯定得放水。你觉得你的女儿知不知道你在放水？知道。所以你们是一个互相欺骗的家庭。跟他打个电动，你放水，他也知道你放水，而你也知道他知道你放水，他也知道他知道你知道他。目前呢，看来陈导演是站在正方的，要放水，对吧？对。整个过程当中，您都随时可以来发表你的意见，好不好？我们来听听看，首先是正方的一辩的发言，正方要放水，请开始。今天各位现场的宝宝们都是没有老板是吗？就将来也不准备有老板了是吗？跟老板打游戏要不要放水？各位不会真的天真的以为就真的是打游戏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吧？啊，我认为这个呢就感觉有点情商有点低了是吧？我觉得欠缺了点眼力价。因为今天我觉得这题啊有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要不要给老板放水，说明你已经内设自己确实是打游戏打得比较强的，能够打得赢老板，所以你才会思考我到底要不要放水。好，跟老板打游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位职场小透明们，你终于有一个大机会，可以让老板在茫茫人海中注意到一个小小的你。哎呀，我要是知道我有跟老板打游戏的机会的话，我一定会非常紧张，因为我觉得打游戏这是一个社交活动。那么跟老板打游戏就像谈恋爱是一样的，第一次容易，第二次难。要怎么样一次又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还想跟你打游戏？
有导演在，你好像很紧张，有点紧张。怎么办呢？那我们在打游戏的过程中，怎么把老板勾搭上啊？我认为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我们要赢他一点点，老板就会觉得说，哦，哎，我也没有输他很多，可以的嘛，我也没有太丢脸。他说，哦，老板不好意思啊，刚才侥幸侥幸，我觉得我还是这个运气比较好啊，下次你一定有机会。好，哎，老板上钩了。下一次的时候呢，临门一脚的就输那么一点点，老板，我不服，再来一把。哎，这个时候你又把老板给拉回来了，一来一往，你们一次又一次打游戏的过程当中，老板也产生了默契，我们俩一起组队，所向披靡呀，是不是？我们两个人有默契啊。如果在打游戏当中跟你有默契的话，我相信做别的事情，说不定我跟你在一起也更有默契。这个时候呢，升职加薪，我觉得就不在话下。不仅要放水，还要会放水。要放水这种事情多少容易啦？你以为哦，我就输给你就得了？怎么可能啊？放水的最高境界叫放于无形之间。大家所有人都喜欢打游戏，打游戏只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赢嘛。赢 I win， 我很爽的感觉。就像我们打辩论，我也要赢的呀。赢谁我最快乐？赢艾丽呢，我是觉得没什么快乐。要赢的话，那就要赢黄执中啊。就是在《奇葩说》第1季的时候，我觉得黄执中是来打过踢馆赛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觉得当时我也是险胜那么小小呢。当时我想我一个非专业的啊，半个演员能够打赢一个辩论圈的大神，天哪 ！Oh my god， 那种快感让我爽了好几年，你知道吗？结果直到打到第3季，他拿了《奇葩说》的冠军之后，我才知道他真的是放水的。在过去的2年当中，我一直问我说：“黄执中，你跟我老实说，你到底有没有放水？”啊，没有。甜甜，你讲得非常好，你的观点和你的角度就讲得非常好，特别棒。如果我今天是黄执中的老板，天哪，高智商、高情商啊！而且打游戏看人品又非常棒，是不是？而且知分寸、懂进退，这样的人是人才呀！提干！回来了！如果你真的想打游戏要很赢的话，那你参加电竞比赛好了，是不啦？你跑到我们职场来混个屁呀！我们不要只在乎眼前的输赢，是不是？不要让输赢这2个字控制住你，你要控制自己的人生，控制整个游戏的过程。哎，我的妈呀！好，谢谢大家。好，正方现在有一定的这个胜算啊，我们反方现在有压力了，但没关系，我们反方一辩是谁？好，麦子叶来加油！麦子叶西域刀嘴侠必杀技路见不平一刀切，就算被黑了99次，也要继续努力凑个整数。刚才甜甜姐当1辩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紧张，而且尤其是听到甜甜姐那句话：“你们对面这群人，把游戏想得那么简单，情商有问题。除了他们2个以外，我就是有问题。”刚拿到这个辩题，我确实非常为难。让我特别为难的一个点就是，不是为什么老板闲着没事干要玩游戏，而是为什么员工要绞尽脑汁去想放水？因为大家想一下，当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一旦进入了游戏环境，就根本没有精力去考虑要不要放水。尤其是广大的男性同胞，当你玩游戏的时候，你连你女朋友的电话都不接，现在给我讲要不要给老板放水，你是不是有病？说到男朋友这个点，我就要想到我的男朋友，因为他也是个非常爱打电动的男生，在他的眼里，游戏就是为了爽。但是我麦子燕不信男人的那套，所以呢，我准备自己去搞一个田野调查。所以我就打开了手机的搜索 APP， 输入了一个关键词“打电动”，弹出来的前3条关键的内容就是：打电动如何羞辱对手，打电动使用什么样狂拽酷炫炸天的网名，打电动有哪些爆了的特技。你自己看，所有以上的内容没有一个讲到放水，全都是要花样吊打对手。但是呢，为了丰富我这个辩论的维度，于是我就输入了打电动的意义，结果屏幕上豁然出了一个大字，上面写着“赢”。
现这个辩题跟我为人一模一样，没有深度。游戏嘛，就是为了赢，就是为了爽。而且每一个玩家，他有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英雄梦。不瞒大家说啊，小女子虽然柔弱，身体小小，但是梦想大大。我呢，在这个王者峡谷找到了真实的自己，我就是项羽。扛起大刀，冲着对手喊道：“将混乱的时代扯回正轨。”混乱的时代拉回正轨。这句话说出口，我那个想要冲锋陷阵的英雄梦想就得到了实现。项羽是谁？连死都要站着死的人，你们对方辩友竟要拿他来放水，你有没有考虑过项羽的感受？所以我想在这里替项羽说一句话：来，灭了他们！我们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的情怀，但是我们如何去对待自己的这份情怀呢？在下一句又是什么呢？对，我们是高玩呐，高级玩家。高玩有一套自己的游戏理论，就是在游戏世界里，大家都是玩家，没有老板这种例外的群体嘛。所以在我们的眼里，打游戏打得不好就是有病。有病要怎么办？治病。病要怎么治？第一步，虐虐虐，教教教。武功练得好，就得先挨刀。传闻有一个网友叫菲菲是大王，他和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导演王雪姐姐，在一个寂寞的深夜里约定撸了一盘王者农药，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二天，这位热心的网友就细心的给王雪姐姐画了一份亲自手绘的走位图。这个王雪姐姐也很认真呐，她就把每个位都开始连起来，连成一条线。渐渐的，她开始热泪盈眶，因为她发现纸上写着2个大字：别坑。有没有觉得这个方法很妙？你也可以用在老板的身上。今天虐，第二天不经意间给他送上几个妙招、几个攻略。你这样子一来一往，一来一往，老板把你对他的用心和看重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说了这么多游戏的事情，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公司产生深深的忧虑。你们公司是不是除了跟老板打游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幼稚！当老板跑过来想跟我约个痛战的时候，我摆摆手，刘总，我摆摆手，对老板说：“不，老板，我们都有工作要忙的。”挣钱。说完这句话，老板的眼里就会闪出你这辈子都没有见过那种光芒，那光芒的背后是他由衷的赞美。所以我想说一下我今天的宣言：游戏净土我来守护，电子竞技没有放水。知道。人生难得走一回，输什么也不要输了心情，毕竟我是项羽。这个很厉害啊，有说服你吗，陈导演？很高明啊，我觉得。所以能演戏了吗？陈导演就把本来要给范甜甜的角色就派给你了。那么又轮到正方了，好，来蔡冲，欢迎。蔡聪励志本人，必杀技，用心看世界。真正让我们的生活遇到很多问题的，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还充满了传统的刻板的负面认知，或者说叫刻板印象。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跟老板打电动，你有没有忽略到你不是一个游戏玩家，你是一个员工啊？大家看为什么我换了个造型？
今天戴上了一副眼镜，对不对？因为我在我们机构算半个老板，所以老板一定要打扮的斯文一些。我呢，和我们的同事也会经常一起打游戏。最近特别迷恋玩三国杀。我刚开始玩的时候，说实话，我发现，哎，我总是赢多输少。刚开始我以为是我技术好，我一出南蛮入侵，他们说我没有杀；我一出万箭齐发，他说哎呀，为什么我没有闪？可是时间一长，我就意识到他们是在放水。但是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依然不得不承认，在我的内心的深处，非常羞耻的觉得我很享受这种感觉。所以我拿到这个题目之后，我就在想，作为一个老板，我一定要给大家好好的谈一谈老板到底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第一个，我是一个老板，但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我并不假清高。因为作为一个普通人，刚才大家都说了，麦子妍说了是吧？打游戏大大的一个赢，我也一样，赢了我会特别的爽，然后我还会特别想继续跟他们玩下去。所以我现在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跟他们说，来，快，大家一起来一盘三国杀。可是如果我要是输了，或者我输得很难看，我上来刚拿到牌，第一轮还没过，我被人突死了，那可能我今天下午的工作心情都会非常不好，我会不由自主的总是去瞟那个把我干死的同事。我可能接下来都不想再跟他们打游戏了。那这个我必须要承认，我没有那么清高。我和大家一样的，不是老板就不在乎输赢，或者我是强者我就不在乎输赢。其实我特别想赢，特别想爽。第二点，就是我心里必须要非常的清楚，当员工和我打游戏的时候，他们会知道自己是员工，他们其实不会用尽全力。如果他们要用尽全力，也会是想怎么去放水。这件事情我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即使我查不出证据，我也要这样去假设。这样的话，我不会去高估自己，并且虽然赢了我很爽，但是我的高兴只有3分。那么还有7分是什么呢？我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我剩下的这7分要留给我的同事们去承他们的情。大家想，我们平时打游戏，打完三国杀都是这样的，你今天打得挺好啊，挺厉害啊。然后我会摆摆手，跟大家说没有，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在这个过程中，放水是员工的品格，而我作为老板，我要承下这份情，这才是我做老板的品格。谢谢。这是不一样的角度了。来，建彪。好嘞。我完全搞不懂，为什么会弄得这么混乱？不就一场游戏嘛，一码事归一码事，对吧？职场是职场，游戏是游戏。在职场中，我和老板的关系是上下等级关系，我必须尊重他，不轻易的去顶撞他，对不对？在游戏里，我们是对手啊，对对手的最大尊重是什么？尽情厮杀呀！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之所以你会不由自主认为说，在游戏里头，我这个员工应该要对老板放水，就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你心中认定你的老板输不起，他的尊严会受损。我的天，你平时老板到底有多匮乏尊严，以至于连输1场游戏你都会觉得他会感受被冒犯？这至于吗？我觉得你看不起你的老板。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呢？他觉得自己赢不起，只要我赢了老板，日后他就可能会公报私仇。
你平时的工作表现这么烂，以至于你需要在游戏中来讨好卖乖吗？这是一个 loser 的逻辑。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批人都是相信我们自己有能力的，这只不过是游戏一小码事，我们把它截然分开，那就清楚。刚才蔡聪说到老板，我就说站在一个上司的眼中，什么情况下我们想找下属来打游戏？很多时候啊，老板之所以想找下属打游戏，走到最后，关键的就是这2个字而已，团建，对吧？工作繁忙的时候，我们都给下属拼命的施压，然后你会感受到，你下属和你的距离会越走越远，下属会越来越怕你，所以到工作没有这么繁忙的时候，我们会做团建，我们找下属来打游戏。那这个时候，我们希望的不是说每一场比赛我都赢，我心中的希望是，你可以在这一场游戏中尽情的虐我，你尽情的调侃我，这个叫做压抑的释放。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公司他们在拍出他们团建的相片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老板被男扮女装，被调笑，然后马老师在运动会中，他的衣服上面被剪2个洞。看到员工这样子在微信的这些公告上来嘲笑自己，你心中会感觉到一阵释放、舒服。我是有多贱？老板就是这么贱。真的，如果你发觉一家公司他们在搞团建的时候，什么冠军都是老板上去，你不觉得这个公司有点可怕吗？你还会想去吗？你给我，我真的不想。游戏而已耶，如果你连游戏你都认为说我必须放水，我很难想象你在其他工作中，你对老板的表现会是怎样。你给他的所有的成案，他怼回来的时候，你一定不敢反弹。你心里有意见方向跟老板起冲突，你一定不敢讲，因为你连游戏都不敢赢。这是什么思维？这是老佛爷思维。他聘用的不叫员工，叫李莲英。现代老板，我跟你说，节奏这么紧，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挣钱。你能够释放你自己的才情，给我更多的点子，这才是我珍惜的。如果你来的人个个都来想办法讨好我，像蔡聪刚才讲的，打游戏都要这么来回多回，我这个公司的步伐会有多慢，人才不会来。所以各位，如果你真的发现你现在所处的这一家公司容不得人才，只容得下奴才，以至于你相信打游戏就会冒犯老板，你会吃不了兜着走的话，我给你最大的良心建议就是赶紧撤，别留。谢谢。来，颜如晶。我最近从米味转职去了米果干活，米果的老板是胡建彪。今天我跟老板在玩这个游戏，哎，这是个难题啊。来，刚才老板都说了，一码事归一码事。我们团建就是为了让你们怼我们。你们知道米果是在哪里团建的吗？老板带我们去蹦床。因为老板是个健身狂，虽然工作的时候他讲规矩，他说他生活不会，但他带我们去蹦床。在米果里面，员工每一个都像我这个身材。你知道蹦床是什么地方吗？就是很多的地，然后他们是弹簧，然后我们要这样。老板说，我订了3个小时的场。他真的蹦得很开心，然后他说：“颜如晶，你坐在那里干嘛？蹦！”我说：“老板，我怕这个床有问题，我研究过了，可以承受100公斤。”我又不好意思说我超过100。
老板不是不需要我们放水，他找到他的强项，然后带我们去蹦床，这就是他所谓的一码事归一码事。不要相信老板。再来，玩游戏除了赢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好玩。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很强的人，我遇到一个很弱的人，实力悬殊的游戏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吗？你有没有看过我们去打羽毛球啊？我说，哎呀，今天很厉害，我遇到国手，我跟国手一起打，然后呢，他一直盖我，他一直盖我，然后捡球，这叫玩游戏吗？他好玩吗？他找到一个人陪他捡球，我好玩吗？我在那边捡球，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好玩。小时候我这身材也是这样，胖嘛。我们很喜欢玩摔跤的游戏，就是那种这样，绝大的优势，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得过我。他们一来我就摔，一来我就摔，没有人愿意跟我玩了，因为他们觉得不好玩，我也觉得不好玩了。后来我自己想一个办法，我说没有问题，我放半手。我用单手跟你们玩，那他们觉得好哦，我们可以玩得过，就有竞争的关系。这个游戏这时候才开始有了趣味，不然就一方一直赢，一方一直输，没有感觉。马老师有一阵子对杀人游戏非常狂热，但是他当初也是一个很菜的选手。我陪了他玩很多次。每一次他一拿牌的时候，我大概就已经知道马老师是什么牌，他脸上就写着很紧张，我是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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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都不用当预言家都验得出你是狼了，那怎么办？我直接说马老师是狼，我们投他出去，5分钟一局就结束了，不好玩。我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我溜马老师，我说。我是预言家，马老师是好人。马老师想说，哎，我是个狼，这个帮我的，我就跟他打配合，打得很精彩啊！他本来5分钟就应该出局的人，玩了半小时，然后他就觉得哇，厉害厉害，他自己很牛。他爽的。当你知道那个人是被你骗的时候，你也很爽了，你知道吗？然后到最后投票的时候，剩3个人的时候，我就说，啊，我刚才知道分析一大堆，这个，马老师是狼，然后他输了，赢没有赢？我赢了，他也觉得好玩，我也觉得好玩。这种因为实力选手太菜的选手，在我们放水之后变成有趣味的时候，这个游戏才有意义。原来真相如此。所以玩游戏这东西，不要只是想到底要不要怎么样，要想怎么玩得更有趣。再来，刚才我们的这个胡老板，一码事归一码事，说得很正直，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会心虚。如果假设我今天打这场比赛后玩这个游戏没有放水，一来我狂斩他20、30次死之还每一次一出他的塔我就杀他，一出他的塔我就杀他，死了30多次之后我还仰天大笑，老板会不会不高兴？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是这心情过2天之后我自己会心虚。老板今天翻个白眼，我会想是不是因为那一天我玩到翻白眼了，所以他翻我白眼。老板这时候说颜如晶你这个报告不过，我会想是不是因为我那天没有让他通关，所以他说我报告不过。他说颜如晶你这表现不够努力，他是不是讽刺我那一天太用力了？疑神疑鬼，想东想西，我一直想，哎呀，怕，没有办法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但是如果我输了之后，我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来工作，所以哪怕为了自己健康的心态，在领导面前也应该输。所以今天这一场比赛，我是放了水的老板。因为我害怕，我怕你明天眼神怪怪的，哪怕你眼神怪怪跟这个比赛没有关系，但我心里会怪怪的，所以我让半场啊。到最后，我就再给大家一个跟老板打游戏的时候一个绝对有用的口诀，叫做玩前多观察，玩时不抓瞎，玩时少说话，玩后不评价。老板水平差，记得来一拉。
他赢成这样，他还说让半场。83比17。所以马老师，你那么菜啊？就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所以他现在从米味去了米果。好，我们下面看看我们反方的反击，来，张子豪。太难了，太难了。就是如今说2个点嘛，第一点叫做我们实力相差悬殊的时候不好玩，实力相当才好玩，对吧？我承认。但是实力相当等不等于假装实力相当？实力相当很好玩，等不等于假装实力相当很好玩？拜托，装是世界上最不好玩的事情。大家能想到什么时候叫做装作实力相当？每当过年你回家哄自己家里小孩玩的时候，哄亲戚朋友家的小孩玩的时候，你们俩在那下跳棋，你就在那装作不会下，你还让他赢一盘，你自己赢一盘，你们在这哎你赢一盘我赢一盘。今天你就是要再把老板当做一个巨婴在看待，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好玩的事情。真正的好玩是2个人的能力都差不多，你的领导能力也不错，这个时候才可能好玩。第2个问题是，今天如今认为啊，我这个人会很心虚，但是问题在于心虚，问题不在于你放不放水。你放水了，你也会心虚。你放水，你会想着我的水放得够不够？你放水想着其他人放水放得够不够？他们水会不会放得比你还好？如果你这个人是心虚的人，你面对老板的时候永远是低三下气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这2点通通不成立。OK， 对吧？甩开一下啊，朋友们，我们就是在玩一个游戏，就是一个游戏而已。我现在特别想要告诉全天下的老板，游戏嘛，你爱玩玩，不爱玩出去。大家想想这情境啊，就什么叫放水？就是你和老板在那下五子棋呢，你4个子儿都连上了，完了你拿最后一颗在那，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棋盘在这儿，你4子连上，哎，怎么办呢？哎呀，这儿吧，这个叫放水，好吧？你说你打王者荣耀呢，是在你和老板面对面杠上了，你老板就剩1滴血，你满血还憋个大，你这时候想，哎呀，我放不放大呢？他又在这儿，我放吧，接招。就是大家能通过我这个描述感觉出来吗？你放水的时候是在干嘛？你放水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否定游戏的乐趣，就是你和老板好像一直在这打一拳这个无聊的太极，然后你同时居然会误以为他会因为这个赏识你。我搞不懂什么的老板会因为你和他玩太极而赏识你。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今天我选择不放水，是想给所有人一种舒适的体验。什么意思？对于老板，什么叫舒适？对于老板而言，他成天被人放水放惯了，这个时候对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真的很想知道，凭借自己真实的能力到底能不能赢一场。我觉得今天不要放大水，就是还他这个知情权，你真的赢不了。对于你自己而言，什么叫舒服？我觉得这个时代是在变化的，谁也不是谁的谁，我们自己都可以彼此选择。我可以选择老板，我可以选择另外一个老板，但是所有的前提都是我们一定要自己活得舒服。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老板愿意把自己架子拆下来之后，你还一根一根的把这个架子填回去，我觉得其实反倒是在拆他的台，而你只扮演了一个见者自见的角色。如果我们真的一心希望活在一个更加平等的、更加各司其职、不加任何杂念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为什么不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为什么还要在这件事上给它继续添油加醋？为什么当所有人都要继续放水的时候，我不放水，显得我是那个不正确的人？就是玩一场游戏而已，把这件事情想得太严重。另外一件事情，超脱于放水而言，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当中，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你不要忌惮有任何一个机会去展示自己的能力。你有任何能力，你都应该无条件的在任何时间进行展示。我觉得这事儿特别美好。我觉得你不要憋着，
你想不出任何一个理由让一个有能力的年轻人在这个领域内发挥他的光和热的机会，我想不出任何一个理由。如果你会唱歌，请你去好好唱歌；如果你特别会化妆，你每天顶着最漂亮的妆就来公司；如果你特别会讲笑话，你就成天讲笑话；如果你会当领导，你可以去当领导；而如果你会打游戏，你就好好的打一场游戏，不好吗？还是那句话，全天下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一场游戏爱玩玩，不爱玩出去。今天又是比分来回大幅度的摆动，我相信我们今天的男神陈可辛导演也应该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改变自己的观点。我一开始我是完全站在一个角度说，因为我不能理解老板的心态，我就只能理解，要是我要讨好的人，包括我女儿、我老婆，我觉得绝对是要的。但那个在听完之后，其实已经不是这个主题了，因为关键是老板。那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还有这样的老板吗？有这样权威的老板吗？我觉得老板就孙子一样。其实老板是最孙子，这个主题根本就不对。我觉得这个主题哪有要放水给老板的？马老板，你觉得呢？我们就是孙子。好，我们现在大家可以自由发言了。好，来潇潇。今天对面啊，一个老板带着2个没有去过职场的人花样装。第一个麦自燕，他一站起来就给我玩情怀，你知道吗？他讲我玩的是西楚霸王，我也玩那个王者荣耀。你知道我为什么玩吗？我为的不是赢，我玩任何游戏都是为了好看。因为王者荣耀里面有貂蝉。不吃红。到第2个，剑彪欧巴真的最怕遇到这种老板。然后他说到一个词叫团建，你知道团建意味着什么吗？老板微服私访。然后他说玩游戏你要干什么？尽情厮杀。老板下来团建微服私访，你尽情厮杀。然后呢，他说你看马老师那个开一个运动会减2栋，大家所有的导演我们多解压呀。你知道我们压力大，你涨工资啊！他不涨工资，开个运动会把我们糊弄了，还说给我们解压，神经病啊！然后最后到了思达呀，该举的那个伍子棋和那个放大招的例子，其实不是给老板放水，他是把老板当傻当狗在遛呢，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最后思达上了一个价值，说我们年轻人不要害怕展示自己的能力，我们有能力我们要尽情的绽放。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能力的年轻人少吗？有智商的年轻人少吗？很多吧。但不是每一个都成功吧？谁能成功？我至少可以理解为有那么一点点情商吧，不是尽情厮杀老板的员工会成功吧？对不对？最后思达无比的牛逼说，我们要活得舒服，让自己简单快乐。那我告诉你一个方式，自己当老板。对面还有一个老板，来，刘楠。大家冷静一下。大家好，我是个老板，陈导演，我是个老板。我以一个孙子的角度给大家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儿。当老板很累，每天一起来要养这么多人，还要做销售额，然后人家想辞职，你还要求人家不要走，还要劝。我跟你讲，老板有点个人时间的时候，我根本不想跟你们打游戏。我为什么现在要跟你打游戏呢？很容易类比的一个事儿是什么？老板请你吃饭。你会觉得老板是为了那顿饭吗？老板说我请你吃饭，你给我订个馆子，你一定会订一个包间儿，至少是一个能安静听老板说话的地儿，对不对？你会真去搜一个口味最好的地儿吗？不是吧？打游戏不是为了打游戏，那是为了什么？除了建彪说的团建，那是一群人。如果咱们说1对1的话，是为了什么？很有可能他就是要在职业上重用你。但是他考察你的方式不光是通过职业的方式、业绩的方式，他要对你进行生活上、人格上、品质上全方位的考量。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亮底牌。老板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今天对方辩友这群人。
对新娘不交身，对组织不交心。我第一次听到对新娘还不交身。好，罗老师前面来掌声。今天这场辩论充满了大家都觉得自己很聪明的气息，对吧？尤其是对方辩友的所有假设，它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小心眼儿的、充满了宫斗剧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氛围。我们先假设这个氛围成立，你面对老板就这样，你要不要放水呢？我给大家支一招，放水是不对的，你要当众自残才对。这才是讨好这样的老板的真正的诀窍。你不知道这种老板在这样的权力体系当中，他真正玩的是什么。我和马东和刘楠这样的老板都知道，你过来放我水，你以为我傻吗？我为什么希望你放水？请当众臣服于我的权利。大家知道有一个故事叫指鹿为马，谁都知道那是鹿，但是请当众说出来它是马，这是当众臣服。为什么太监特别招文人恨？因为太监不断要在皇帝面前告诉他，我不怕得罪他们，他才能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在权力这么残酷的历史上，你以为你偷偷放水就行了吗？不，要做的自己颜面丧尽才有用的。事实上，我们人生当中，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选择了。你面对一个这样的宫廷，你选择当一个正色立朝的大臣，还是一个弄臣，都可以。人各有志，这是你的偏好啊。但是我提醒各位，你们刚才那种聪明还是不够聪明。我提示一点，大家没有提到的几个角度。我想先说2个词，第一个词叫老板，第二个词叫放水。对老板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就是你好用不好用，对我这个组织有用不有用，这是一个最大的考量。所以放水这件事情真的没那么重要。你也别觉得我因为没放水赢了老板，老板就会把你怎么样，他没心思去看这么细的事儿。这是我想讲一个老板的真实心态。好，第2个关键词是放水。周其仁教授讲了一个故事，不是放水，是打开水。现在你作为一个年轻的毕业生被分配到一个办公室，有一件特别微妙的事情，就是你打不打开水。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打，好，那就永远打，一直到有一天你觉得老子也是老人了，我凭什么打？老子不打。然后大家就说你这个人人品不行，基本上是这个出路。好，其实你进办公室的第1天，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坚决不打。然后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哟吼，哪儿来的愣头小子，居然连开水都不打？有什么本事我倒要观察观察。所以你选了一条特别艰险的路，就是你一定要亮出一个本事。但是请注意，这是一个选择。你选择向一堆人或者一个人臣服，还是选择亮出自己的价值？这当中有一个区别，区别是打开水的策略只能讨好这个人和这一群人。亮剑的策略是我离开了这家公司，仍然会有用。大家可以选。刚才我讲了2个词，第一个是老板，第2个是放水。其实今天有一个词在现场，但是它没有出现，但是它分明在。这个词儿叫权力。在现代的市场经济，我们假设是基于自由意愿的协作当中，真有权力这回事儿吗？真有吗？我们公司的 CEO 托布花前2天收到了一个实习生给他发来的电邮，说关于某件事现在进展是这样的，你能否在明天下午2点前给我回复这封邮件？
如果您没空回复这封邮件，请告诉我一个您方便回复的时间，谢谢。他在做什么？他在管理老板。请问谁有权利？老板好像有权利，但是托布哈说，从此这个实习生的邮件我好好回，我被这个小孩给管了。权利在自由协作中是一个相对的状态，请各位陪审员一会儿投票的时候考虑这个因素，谢谢。康永哥的接辩时间。我们家是老派的上海家庭，从小听他们，跟我讲了一些上海生活的作风。我小时候没有别的参考依据，所以爸爸妈妈跟我讲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模糊的回忆到我们家小时候一个礼拜7天当中，起码有3天是有麻将的局的。然后爸爸跟我说，如果爸爸的朋友问说，康永，你爸爸妈妈去哪里啦？你不能够说他们去打麻将。你要说他们去应酬了，可是没有人跟我解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应酬就是社交啊，这个从小渗透到我的血液里面去。然后如果我爸爸遇到了一些牌品不好的朋友，他会当笑话讲给我们听。我印象最深刻是当中他有一个打麻将的牌友，一个刘司令，这个刘司令养了10几条狼狗。然后我爸爸特别怕狗，他去刘司令家打麻将啊，如果刘司令当晚赢钱呢，刘司令就本人护送客人到门外，好好的看着客人上车鞠躬，谢谢挥别。刘司令是一个武将啊，他如果当天输钱的话呢，拍桌子上楼睡觉，剩下的3个客人自己在庭院中摸黑走向大门，这时候10几条狼狗齐声叫起，扑上前来，然后3个客人仓皇而逃。我爸爸是顶着性命之忧在跟这个刘司令打麻将，可是还是打，他可能在乎这份社会关系，他还是跟这个人打。我后来越来越懂了，就是牌桌上的世界就是游戏的世界，爸爸那时候并没有电动可以打。而这个游戏的世界里面是人性的世界。我们自己家里面开牌局的时候呢，我妈妈排这个客人的方式非常的严格。如果有一个老板带了一个他的属下来打麻将，那我们这些做朋友的不去你那一桌，那个局是你们老板跟3个员工的局，人家要各自费心去讨好老板，或者放水放得很漂亮，你不要进去掺和，你会尴尬啊。所以这背后还透露一件事情，说老板不应该找自己的属下打麻将，你这是把属下带到一个为难的地方，你在考验他要怎么应对，你是在考验员工做人，可是你请员工来是来做事，不是来做人的，所以你是把员工逼到一个他本来不擅长的角落去做他必须要自己摸索揣测的事情。我觉得这不仁慈啊！这样的老板这样做，他可能有苦衷，他当天真的找不到别人陪他打游戏，他就这样做了。我会把这样的老板想成是我爸爸的牌友刘司令，因为那个刘司令没有什么太多朋友，所以打麻将老是我，包括我爸爸这几个朋友在里面。可是你一输钱就放狗咬人，你像个好的牌友的样子吗？你牌品不好吗？回过头来讲，你的老板如果玩游戏的时候没有足够的朋友陪他玩，要找员工陪他玩，这样子的老板你得罪得起吗？就我们这一方所持的立场，无非是要给你一个有保障的建议，就是你不要轻易去挑衅那些他可能牌品不好的人。如果那个人牌品很好，看穿了你在放水，他一笑置之，他不会给你扣分，也不会给你加分。可是一个牌品不好的人，他游戏输给你的时候，那后果很可怕。我刚才听对方的辩友讲说，好好玩游戏嘛，你要静心玩，你不好玩游戏不是很扫兴吗？我跟你讲，长大是一个扫兴的过程，因为我们坚持把高兴的事情狭窄的锁定在我们小时候觉得值得高兴的事情。小时候玩游戏叫做高兴，那输了叫做不高兴，
等我慢慢长大了，我会有别的高兴的事情，我不会再把玩游戏当成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了。那就叫做长大。你玩游戏输给了老板，结果你的职位升了，你的薪水增加了，你把家人照顾得更好，这不是比较值得高兴吗？游戏是小孩高兴的事情，大人拿着高兴干嘛呢？每一个人问我说人生当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通常只给一个回答，就是你最后会不会想要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墓碑上？你最后会在你的墓碑上刻下王者荣耀西楚霸王吗？你不会刻这个嘛？你会希望别人刻是一个这个人曾经爱过、恨过、活过，这个人好好的对待了他所在乎的人，你在乎是这些事情。所以你随着长大真的很扫兴，可是因为那是因为你执着于过去开心的事，你才会觉得那叫做扫兴。长大过程应该是发现更多值得的开心的事情，而在游戏上面坚持玩得很过瘾，并不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我最后的建议是，会有老板这种人存在，因为他想要完成一些事，不管他要赚多少钱，不管他要做出什么样的事业，那是一个老板会出现的原因。你如果知道这个原因而跟他合作，是为了要帮助他，跟他一起完成他的梦想，一起分享他所赚到的利润，一起把他想要做的事业给做出来。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世界，在那个专业的世界里面，最高兴的事情是把专业做好，而不是把游戏给玩好。谢谢。我还是要必须提醒一下，我们的节目独家冠名是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不是王者荣耀。好，那我们罗老师还有1分钟的这个再次陈词的时间。好，请。康有哥刚才的发言充满了一种人生的智慧，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听。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面对选择的时候都那么聪明。如果两难选择，我不会选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可能2个都错。所以我通常会找另外2条出路。第一条出路就是我想能不能找第3选择，比如说我就是业务很牛，我就是把老板气死他也得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还有第2个选择呢，就是我根本不看这些，就像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观察你的人很多，有对手，有后面的老板，还有在观众席里的球探，你脚下这一脚到底踢给谁看？如果是我选给踢给观众看。好，接下来要请我们现场的2万多名观众的100位代表来最后发表你们的观点。觉得要放水按红色的按键，觉得不要放水按蓝色的放键，请开始。3、2、1，停。我们先来采访一下陈可辛导演，在听完这么多的辩论之后，您现在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怎么说呢？真的选不了。罗振宇老师讲的非常对，对着老板来讲，我坚持觉得其实肯定你得表现你自己才是最重要。但是我也更认同康永老师讲的那个，就是长大其实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我是特别能理解，就是很多时候你很多要坚持的东西，其实长大你知道其实不需要坚持，因为很多时候令到对方开心，其实很多时候是使到这个世界更和谐。面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人，可以让他开心的话，自己的原则没有那么重要。好的，我们在这里要感谢别让你的头屑陪我过夜海飞丝，谢谢海飞丝。这也卖得出去，谢谢咸鱼。还有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我们的美年达果味汽水，谢谢。同时记得用吃嗨了喝嗨了不如看嗨了的爱奇艺 VIP 来看我们的节目视频，谢谢。
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是普通朋友，他们去游泳，然后呢，这个男生不会游泳，所以呢，他就在泳池里面溺水了。他溺水到什么程度，就直接昏迷，要被紧急抢救。后来那个女生在抢救过程当中，甚至还用到了人工呼吸，就把这个男生给救回来了。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他们两个从普通朋友变成了有好感，甚至最后在几年之后他们结婚了。然后要搬去婚房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帮男生去收拾他的东西，无意当中发现了这个男生在中学时候得的全市的游泳冠军的奖牌。这是我听过的在游泳池放水最无形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公布今天的最终比分，来，请看。请让我说话，正方获胜，所以正方获得了由纯真酸牛奶为我们提供的10万元的纯真奖学金。祝贺，来，祝贺，祝贺。好的，那么同时呢，各位再请坐一下。我们要请今天没有参与辩论的2位不下凡的导师马东老师和陈琳老师，还有我们今天的男神陈可辛导演，来在麦滋燕和蔡聪当中选择一个你们觉得相对更优秀、表现更出色的新奇葩，然后可以晋级到下一轮。3位已经选好了，那么请亮你们的选择，来。3位都选择了麦滋燕，祝贺麦滋燕晋级到下一轮。那么我们蔡聪先是暂时待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的男神陈可辛导演，再一次提醒大家，记得4月28号去支持导演的什么作品？喜欢你。好，那么我们先请我们的男神退场，我们还要商议一下，因为我们在之前待定的我们的奇葩当中还会有一些晋级的名额，我们要商讨一下。再次谢谢陈可辛导演，谢谢。谢谢。来一包吗？好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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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么经过我们前一个赛段的激烈的辩论，我们现在已经有5位我们的新奇葩晋级到下一赛段了，谢谢。那当然这边呢也有非常优秀的我们割舍不了的新奇葩。那么经过刚才导师们的商议，我们决定以下的几位新奇葩同样可以晋级到下一个赛段。第一位是大晴，祝贺。蹦蹦，祝贺蹦蹦。剩下的我们6个大老爷们儿当中，还有一位可以晋级到下一个赛段，他就是蔡聪，祝贺，祝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感谢我们卡姆还有吴迪，包括我们马来在精彩的表现。当然，在之后的奇葩说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期待着他们的踢馆和重新回来，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加油加油！谢谢。好，在这边要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谢谢，谢谢小米，谢谢，下一期再见喽，谢谢大家。马老师，今天如今在台上说会给你放水，你知道这事儿吗？这是他的辩论技巧，做不得真的。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公司团建的时候是带着他玩的，那时候他真的是满脸都写着自己是狼人，非常差。你以为他真让过我？我还是溜过他一段日子的。其实以后应该来这儿学演员。使用手机百度搜索奇葩说，说出你的辩论观点，加入奇葩说吧，说出你的辛辣观点。登录新浪微博参与奇葩说话题词讨论，加入微博奇葩辩论团，一起逼逼起来！泡圈泡剧泡爱豆尽在爱奇艺泡泡社区，快来关注奇葩说的爱奇艺泡泡圈子吧！微信关注米味小卖部，买好厉害薯条，看新老奇葩斗智斗勇，吃好厉害薯条，数你厉害！关注微信公众号东西门，讨论节目辩题，看节目未播花絮，共赴有趣的高潮。
今天可以多跟全林聊天，因为你在跟我对话的时候，目光都穿过了你。我们欢迎男神赵又廷。那你觉得高圆圆的口感怎么样呢？杨幂的口感是什么样？老婆别看这一期，我们请 Mark 挑选一位观众来感受一下他的嚼劲儿。这期节目别看啊，不要看，什么时候开始辩论的？奇葩大会的遗珠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你们的爱情观里有没有不能原谅的事情？夫妻本是同林鸟，比的就是谁翅膀硬。就是不要轻易的去原谅。危险之所以叫危险，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搞不定嘛。我们不歧视任何人，男生也可以娘娘的。今天我娘娘都跑掉了，又不行。你有必要吗？搞到这么大。爱奇艺悦享品质。